一别近30年，一直倒还是这般清瘦。从乱世走过来，倒也习惯粗茶淡饭了。我东南鱼虾肥美，我向元朗兄求了你过来，放一任东南的外父，如何？大王为一国之君，须知王者无戏言呐。愉快置酒，岂一个仙字了得？你若肯来，姑当亲为庖厨。君有赐，不敢辞。天气有些炎热，大王可是身子不适？无法，就是想起些旧事。晋王和赵相公带陛下来相迎，怕是被这些吃相公堵在御街内头，并非有意怠慢大王。亲王和宰相也要给这些吃相公避道。城中10余万人家，每日肉食皆要指望这些吃相公。不要说亲王宰相，便是天子六军，也不敢与其争道。都说肉食者鄙，却不知自古至世，明君贤相、骁衣干食，所求者不过是那小民百姓锅子里的一口肉食罢了。大王还记得大相国寺的施行和尚？如何能忘？有庇护众生之德者，方是真菩萨。当年开运之乱，护卫施行和尚舍利的小沙弥，法名唤作慧明。佛法修行如何不知道，一手烧猪肉，却是烹得鲜甜软糯，入口即化，京师内外远近闻名。多少公卿勋贵想要尝上一口，须得提前月余相约。经你的世门不结婚吗？难配佛法竟如此不同。他只烹，自家是不做事的。大相国寺的住持大和尚专为他辟了一间院子，京师百姓俗称作烧猪院。小王赵光义奉天子诏命，恭迎大王觐见。臣等参见大王。臣无越前处，不敢当。陛下口诏。臣前处后诏。半身衣甲半身台，连横阡陌菜花开。故人缓缓归何处？昔日前郎今又来。请晋王代奏天子，加翁先武肃王有血，待陌上花开之时，可缓缓归矣。大王，可识得此曲？万年欢。任双金五马，飘转南北。绿柳干塘都是使君亲旨。九歌，体味如何？
晋王太谦了，前处当不起。当年崇元殿重伤张彦泽，朝野上下无不称颂。王毅当时年方8岁，九哥的名字便已经灌满了整个耳朵。天下英雄前9郎，这一阙万年欢，九哥若当不起，天下谁人当得起？人好多呀，陛下仁德。上一遭来时，还是满目疮痍。九哥上次来，城内满打满算不过8、9万丁口，再加上构成躲避兵灾的流民。去年9月，3司户部上奏，东京民户、军户合计98236户，丁口825577，较开运4年涨了足足10倍有。28年，兔走乌飞。元朗兄不容易，晋王为开封尹，也不容易。得九哥一句不容易，小弟足慰平生。阿娘阿南，凡事务须仔细，此行恐有不善。怎么了？奏乐的是饮农直，曲调用的却是万年欢。曲词的最后一句是“攻城了，却引东山”，算违规贺相识。东山，天子这是以阿爹比下吗？天子这是告诉阿爹，如今江南已定天下一统，是所谓攻城了。若阿爹肯辞让纳土退隐东山，天子和阿爹的旧交算违规贺相识。若阿爹不肯自行辞让纳土，则天子和阿爹还识与不识，便难说了。花开得真好。笑得也好。2位大王，请下马吧。天子在崇德殿相候。陛下有旨。陛下有旨，赐前王大元帅入朝不趋，战败不明，尽忠骑马，见履上殿。此非人臣之礼，臣前处不敢奉诏。九哥，勿下马。晋王欲置我于非礼不义吗？九哥祖父3代，替朝廷安抚东南，赡养黎庶，有大功于国家。陛下常言，若无前事，则东南13州70年之太平，不复有矣。入朝不趋，战败不明，尽忠骑马，见履上殿，这不是给九哥一人之恩遇，而是天子与朝廷给忠贞守土70年之国家功臣之恩遇。来，
下有敕，今日长朝由王相公押颁，宣吴越王大元帅和晋王万岁殿独见。臣奉诏。我想去看看。九哥在这殿上，刀子都动过了。这“剑履上殿”4个字，29年前便已实至名归了。臣前处不必拘礼，自己找地方坐。阿兄缺了长朝，我便知今日有口福了。啊！尝尝，哎，多谢阿兄。不是这柄刀子吧？那把鱼吻送给下面的一个兵头了。来，谢陛下。手艺如何？陛下亲简了。东南海贸兴盛，无论是平安京还是开景，都以这开元通宝为尊。杭州城里银铜比价是1比1000，可到了平安京，变成了1比200，一转手便是5倍的利。这几十年，中原战乱不休，东南偏安一隅，中原州县的开元小平钱大多都流入东南。银券虽好，却非寻常百姓用得起的，计量起来也不易。故此这些年，商货往来、税赋收纳以及军饷发落，用的都是这小平钱。朝廷已经划一了货币，如今税赋商贸用的就是这宋元通宝，分为
铜、铁两类，铁钱时可换着铜钱一。铸铁钱也是没法子。益州那个地方，蜀道难于上青天，本地不产铜料，外进的铜料又运不进去。王家和孟家通行的都是铁钱，百姓们也用惯了，一时也改不过来。索性就地造了铸钱局，以铁铸钱。材质不同，则币值不一；币值不一，则货价相异。以铜钱兑铁钱，总归是新钱兑新钱，就算麻烦些，也不至于动摇根本。然则，以宋元钱兑开元钱，这可是新钱兑旧钱。一旦用人不淑，上下差池，必定有人从中渔利，在其间做上些手脚，便将此事化成劫夺民财的天下第一恶政啊！九哥说的对啊，若此事不慎，东南80多县中户以上人家便会悉数破产，彻底沦为贫货。赵匡胤知道，前处所言3事皆非虚言，世家、税赋、钱币，皆关乎东南之国计民生。能坦言此3事，足证九郎心中是实实在在盘算过献国纳土之利弊的。他想交给朝廷一个干干净净的东南。陛下恕罪，臣昨夜失仪了。来，喝了这碗醒酒汤。谢陛下。陛下不可。见礼上殿是朕的诏命，君有赐，不可辞。还撑得住吧？许久未曾这般喝酒了，臣失态了。1个时辰。再给朕1个时辰，足矣。来人，开乾元殿。诏，赐前王坐。赐前王上座。此非人臣之礼，臣不敢受。10年之前，朕就将3公仪在职在这大朝之上的坐席给去了。大寝殿中丹池之下，无1人敢坐，除了你。臣还是站着好。卧榻之侧都是，也不见你胆小啊。
吴越前王，诸亲都识得吧？30年前，他可是在这大殿上动过刀子的。你们中间有许多人，今日一道表，明日一道章，说来说去，无非就是一个意思：疑前王有不臣之心。今日前王自家就在这殿中，哪个心里有疑，尽管站出来问。问哪？都不肯说。前王在东南，终日见章不断。今日前王当面，诸亲一个个的都不说话。好，今日不说，往后便不必再说。一日前王回了东南，谁要是再在朕的耳边过早，朕就让他去到东南13州任官，用自家的眼睛亲眼看看，前王是否有不臣之心。陛下，前王有大功于国，而今奉诏入晋，朝廷当未留些时日，视天下以荣宠。仓促怠慢，前期规范，此非国家待功臣之道也。诸亲以为呢？臣附议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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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先生。臣在。朕记得是去年8月，赵福，赵除之永康君，诏命颁下，他便害了热病。这一病有多半年了吧？朕知道，先生从来不会与朕打诳语。赵某小1年不曾到任，绝非是他替先生于治，自关中拉了10车大木回来盖房子，亦不是因他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将内院的菜地置换成了先生家的花园。朱雀门外御街东侧的18家店面，定是他自己的产业和营生，与先生绝无半分干系。臣有罪。先生说什么？臣有罪。先生怎能有罪呢？是朕这个官家薄待了先生这个国家功臣，臣辜负天恩，臣知罪。是朕刻薄了。朕不该指望这朝中人人都如冯令公。宰相当久了，难免有小人攀附。先生亦是凡人，怎能事事见察人心？让先生德行蒙垢，是朕之过错。内翰何在？臣在。颁诏，加赵先生河阳3城节度使，检校太傅，同平章事。罢。尚书右仆射，昭文馆大学士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叩谢陛下天恩。第2道诏命：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前处，加10邑3000户，10封1000户。夫人孙氏，册为吴越国王妃。王长子为郡，拜建武军节度使。册王长女为
彭城郡君。陛下，自古异姓诸侯王无封妻为妃之典呐。自今日起便有了。自古以来，亦无前王这般至忠至孝的诸侯。诺。朕的这份心意，九郎莫要在此。臣叩谢天恩。来，官家有诏，大王来了，可自行入极阴殿。哦，此殿被官家下了禁制，只有宫内不识字的黄门内侍，方可进殿洒扫。无论诸王公卿在之大臣，擅入者，皆死罪。只有晋王与前王得赦其罪。司马衷肃公，那就是个被贿了一辈子的穷酸错大。骂起朕来比阿爹还要狠些。让他陪祀在此，是想看看他们二人究竟谁能骂得过谁。前前后后，朕一共给你送出过8封国信，你却一封也不曾回得。直到第9封，朕总算盼来了你的回信，却不是你自家亲笔，而是元帅府代你。臣不恭，臣有罪。你拿面镜子照照，你这脸上哪有半分知罪的样子？那任凭陛下处置吗？好，好，有恃无恐。哎呀，你呀，闹了朕10几年，为的便是这老屎子。不要以为天下间只有你九郎最讲情分，最重义气。随我来。赤相公今日不来了吗？佛出京城，不是这个时辰。啊，等九哥下次来，我请九哥去大相国寺烧猪月，大快朵颐。此时定会讨扰二郎。
到那时节，定与九哥共饮太平年下那一杯热酒。